今天我们来聊聊40年来第一次真正走向崩溃的中国。这句话或许听起来耸人听闻，要知道过去40年里，中国崩溃论一直是国际舆论中被嘲笑的话题。从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预言中国经济要垮台，中国要四分五裂，但每一次最终都被中国的奇迹式发展所打脸。中国经济用了短短几十年，就从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把几亿人口带出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神话。所以每当有人唱衰中国，总有人反驳，中国崩溃论喊了这么多年，中国不但没垮，还越长越高。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一次难道真的不一样了吗？40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百废待兴，人民还普遍很穷，可以说是在谷底摸索出发。那时候的中国，在经历了文化浩劫和计划经济的停滞后，经济规模只有几千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所得在亚洲连一半都不到，农村大量人口温饱都成问题，城市里工厂效率低下，商品供给短缺，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然而1978年底的伟大转折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邓小平执掌下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先是恢复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允许农民承包土地，摆脱人民公社的束缚，接着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鼓励民营经济。一系列大胆变革就像给沉睡的巨龙注入强心针，农业产量迅速提高，乡镇企业崛起，轻工业产品开始充斥市场。中国经济在80年代以平均每年接近2位数的实际增长率腾飞，让世界侧目。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中国从1980年起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控制人口、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但埋下的人口结构隐患在多年后开始显现。当然，增长伴随着阵痛。35年前，也就是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震荡，经济改革初期的红利逐渐减弱，加上通货膨胀和贪腐问题，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于是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惊世界的学潮和政治风波在北京爆发。那场风波最终以流血告终，执政者以强硬手段平息了动乱，但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国际代价。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实施制裁，外资却步，经济增长一时陷入低谷。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并没有就此崩溃。就在风波过后的几年，邓小平南下考察，发表了著名的谈话，坚定推动市场化改革，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于是在90年代初，中国重启改革引擎，减税让利，吸引外资，再度激活经济活力。随后几年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增长，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成为经济骑兵，外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对很多普通中国人而言，90年代是希望迸发的年代，工人下海经商，农民进城打工，收入年年看涨，电视机、冰箱等现代家电走进千家万户，中国人开始体会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也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信心。同时，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脱困改革，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亏损国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在那时下岗失业。这些下岗职工领取微薄的生活费度日，艰难寻找新的出路。尽管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隐忍度过难关，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政府仍有信心，相信改革阵痛之后会迎来更好的生活。于是民间并没有因为暂时的困苦而大规模动荡。那时也流行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确实，沿海地区和部分精明的人先富了，但也拉开了贫富差距的帷幕。20多年前，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7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肆虐邻国，但中国因为坚持稳定货币并未跟随贬值，成功抵御了风暴，反而提升了国际形象。紧接着，在千禧年前后，中国迎来了一系列历史性机遇。先是在2001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入 WTO 后，中国出口爆炸式增长，全球的订单飞向中国工厂，从服装、玩具到电子产品 ，Made in China 成为世界上无处不在的标签。随着对外开放加深，大量外资和技术更大规模地涌入中国，本土企业也快速壮大。在2001年至2010年这黄金10年里，中国 GDP 年均增速接近2位数，几乎每7、8年经济总量就翻一番。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和平坦的高速公路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开始拥挤着摩天大楼与汽车洪流，许多人终于脱离了贫困，步入小康，有了存款和房产。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盛大举行，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经济腾飞、自信满满的中国。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处在当代的巅峰，对外被誉为新兴强国，对内民众对政府能力充满信任，觉得好日子才刚开始。然而，高歌猛进的同时，社会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暗流。改革初期相对平均的收入状况在90年代末开始分化，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的差距拉大，许多偏远地区的百姓觉得被繁荣遗忘了。此外，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腐败滋生，官商勾结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权力寻租成了一些人发财的捷径。再者，环境污染在所难免的恶化了。21世纪初，中国从工厂排放到汽车尾气的污染引发了空气质量危机。2013年前后，北京、石家庄等北方城市经常笼罩在厚厚的雾霾中， PM2.5 指数爆表，人们调侃每天都在吃灰。虽然政府随后投入巨资治霾，但环境的代价已经引起民众反思。不过，彼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较高，因为总体上钱袋子鼓起来了，每年生活都比前一年好。很多人相信，等国家更富裕了，自然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继续埋头追求经济利益。然而，就在中国登上荣光顶峰的时候，一些潜在的危机其实已经在暗中积聚，那正是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阴影。15年前，2008年，从美国传来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的出口订单也一夜骤减。对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引擎的中国经济而言，这场外部危机就像突然熄火一般，让沿海无数工厂接不到订单，工人被迫返乡。外界许多人担心，中国的增长奇迹会不会就此戛然而止，甚至出现硬着陆。然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关头，中国政府再次使出了一招黑客级的干预手段，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刺激计划，4万亿元人民币投向基建和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纷纷举债上项目，一时间全国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从高铁到机场，从商品房小区到工业园区，经济再次被强行推上快车道。这波操作确实立竿见影地阻止了经济的自由落体。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反弹，失业潮得以缓解，外界再次赞叹中国模式的力量。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救火，实际上为日后埋下了更大的债务和泡沫隐患。2000年代后期大放水带来的后果，在接下来的10年间逐渐浮出水面。首先是房地产市场开始疯狂起飞，在政府投资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地几乎逢城必建新区，逢村必拆迁盖楼。中国老百姓长期缺少好的投资渠道，大多也深信房子永远会涨，不买房就亏，于是千万家庭举债买房，房价一路飙涨。到了2010年代中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令普通工薪阶层难以企及，全国房地产总市值更是创下天文数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警告，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产生了严重依赖，每年财政收入有相当比例来自土地财政。这意味着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财政体系和金融系统都会受到冲击。除了楼市，另一个隐患是债务。自2008年大刺激以来，中国的债务总量直线上升，政府、企业、
个人、三方的负债都越滚越大，特别是地方政府靠融资平台公司借下了天量隐性债务，用来修路、盖桥、搞园区。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早在2015年前后就提出，中国杠杆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准，债务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速，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终将引发经济危机。当时中国官方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提出所谓去杠杆和结构性改革，试图给经济降温，为疯狂生长的债务和房价削峰。但由于种种掣肘和对增长放缓的恐惧，真正的紧缩举措始终有所保留，经济稍一减速又会放松银根，结果债务隐患并未根本消除，只是在表面上被掩盖。大规模刺激也催生了一些畸形现象，这之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鬼城的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兴建了大批楼盘和公共设施，但入住人口稀少，成为空荡的新城区。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斥资数百亿元打造的康巴什新区，一度楼宇林立，却人烟寥寥，被媒体称作鬼城。类似的还有许多新城产业园，高峰期全国各地有大量闲置的写字楼和空置的商品房，这些空城幽灵般的矗立着，提醒人们用债务和投机支撑的繁荣终将难以为继。那些年人们习惯了钢筋水泥一夜冒出地面的奇迹，但很少有人冷静思考，难道房价和投资可以永远只涨不跌吗？在利益与乐观情绪的双重驱动下，大伙儿仿佛都相信明天一定更繁荣，房子永远供不应求，直到若干年后，现实才给出残酷的答案。大约10年前，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2012年底，中共最高领导层换届，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开始了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政策走向。一方面是强力反腐，严抓党内纪律，整顿了过去10多年因快速发展而滋生的腐败乱象。在经济上，也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承认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增速要从过去的2位数降到 7% 左右，发展模式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创新和内需。这本是一个理性的调整思路。然而另一方面，新的执政理念更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引导，市场自由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迹象。政府在产业政策上投入巨资，试图打造国产芯片、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国家冠军企业，宣称要实现弯道超车。民营企业则被要求听党话，跟党走。一些曾经野蛮生长的互联网巨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整顿对象。在2015年，中国的股市出现一轮疯涨又暴跌的过山车行情，数千万股民损失惨重。政府为了稳定市场，不惜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卖出交易，严查所谓恶意做空，甚至鼓励国企入市救市。虽然短期内止住了股灾蔓延，但也让投资者对市场规则的公正性产生疑虑，资本开始变得谨慎，甚至出逃。同一年，人民币汇率也突然贬值，引发资金外流压力，不得不加强外汇管制。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不稳定和政策拿捏上的两难。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意味着最高领导人可以无限期连任。这一举措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支持者认为能确保政策连贯性，但不少人担心中国政治体制因此倒退到个人集权的老路，决策缺乏纠错机制，会埋下更多隐患。果然，随后几年，一些政策的反复和失误印证了这种担忧。再往后几年，一连串内外部挑战接踵而至，把中国经济逼向更加艰难的境地。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巨变。2018年起，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试图压制中国的出口优势。接着，科技战也开始了，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过去中国企业能轻易买到的尖端技术和零部件，如今屡屡碰壁，这让中国原本希望通过技术升级来支撑经济的新路变得坎坷不平。其次是内部政策上的剧烈调整。2020年前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出了重拳，所谓3道红线，政策严控，开发商加杠杆，使得昔日如日中天的地产巨头融资断流。恒大、
碧桂园等超大型开发商从2021年开始陷入债务危机，楼盘烂尾，供应商讨债，购房者停贷的新闻此起彼伏。曾经撑起中国经济1/4产出的房地产业，终于在这时候迎来了泡沫破裂的开始。同一时间，一场针对教育培训行业的整顿风暴也席卷全国，校外补习班被一刀切取缔，数十万从业者失业，数千亿元市值化为乌有。互联网产业也难逃监管风暴，从垄断调查到数据安全审查，蚂蚁金服的 IPO 被紧急叫停，滴滴出行的 App 一夜之间从应用商店下架，大批科技企业股价暴跌，企业家们人人自危，不敢再高调发声。可以说，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重塑经济秩序方面下了猛药，目的是纠正多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和社会乱象，但同时也在短期内冰冻了市场活力和投资者信心。这些强力监管动作让过去风光无限的科技富豪们收敛了许多。马云在公开批评金融监管体系后遭遇整顿，其公司蚂蚁集团上市受阻，他本人也一度淡出公众视野。出行巨头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后，因数据安全问题被调查，应用从商店下架，公司市值大幅缩水。经此一役，企业界人人自危，投资也放缓甚至撤离。中国多年累积的企业家精神遭受重挫。大约5年前，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这场灾难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更是一次严峻考验。回想2020年初武汉封城的消息牵动人心，中国经济当时几乎被急刹车般按停，工厂停工，城市静默，商业活动陷入停滞。那几个月，中国经济数10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然而凭借严厉的防控措施和全民的配合，中国在2020年年中就控制住了疫情，并迅速复工复产。当西方国家还深陷疫情泥潭时，中国制造业率先恢复供应，甚至因为全球宅经济需求暴增而出现了出口的逆势飙升。2020年底，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一度让国际社会惊叹中国体制的效率。然而，这仿佛是最后的回光返照。随后的2021年、2022年，中国陷入了防疫和经济两难的困境。由于采取极为严格的清零政策，各地动辄封城管控，大范围的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成为常态，这对服务业和小微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消费需求不振，民众普遍过得紧张压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防疫开支，不断透支财政，也加剧了债务负担。这期间，外资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稳定性的信心也受到打击，一些开始考虑将产能部分转移到别处。更重要的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由最初对政府严防死守的支持，逐渐转为厌倦和不解，乃至在2022年底出现了年轻人在多地举白纸、游行要求解封的抗议场面。这些迹象显示出社会情绪的积累和转折。然而2022年春天，上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被迫按下暂停键，封城长达2个月。许多居民在封闭的社区里为获取食物和医疗用品而发愁，也有人因延误治疗而失去生命。上海封城的种种乱象通过网络传播，让外界看到严厉清零政策下普通人的艰难。那段时间，不仅国内民众怨声载道，外国投资者也对中国的管控方式产生疑虑。许多跨国公司开始认真考虑供应链多元化，不再把鸡蛋只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子里。曾经，中国对跨国公司而言是无可替代的生产中心，而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将中国视为风险源。这种信任的转变对中国长远竞争力的损害无法用数字衡量，但却极为深远。于是，2022年12月，中国做出了突然的政策大转弯，全面取消清零措施，放开社会运转。这个转折来得非常仓促，几乎没有太多过渡。结果是病毒迅速在全国蔓延，医疗系统受到冲击，许多家庭经历了染疫潮的痛苦。所幸的是，这波冲击很快过去了。人们以为解封后压抑已久的经济活动会像弹簧一样反弹，中国经济有望重现报复性增长。然而现实却并不如预期。2023年，也就是今年，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强力反弹，
反而暴露出更深层的颓势。最明显的是，年轻人的就业危机愈演愈烈。官方数据显示，城镇青年失业率在今年6月达到 21% 以上，这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相当于每5个16到24岁城里年轻人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到了7月之后，政府甚至停止发布这个指标，因为数字难看的令人难以接受。就业难直接导致年轻一代对未来丧失信心，出现了躺平和摆烂的风潮。许多大学毕业生干脆选择降低物质欲望，宁可送外卖、做临时工凑合过日子，也不愿意在残酷竞争中耗尽青春。甚至还有年轻人流行所谓润学，也就是潜在计划移民，干脆离开故土去国外寻找希望。每当出现经济低迷或收紧风声，年轻人用脚投票的现象就更加明显。更严峻的是，就业市场的新进劳动力供过于求。2023年有1150多万大学生毕业，创下历史新高，但经济低迷提供不了足够的体面工作岗位。为了抢夺有限的饭碗，青年们各显神通，报考公务员成了热潮。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屡创新高，2023年度有超过260万人竞争不过3万个中央公务员岗位，录取比例不到 1%。许多名校毕业生不惜放下专业梦想，只求成为体制内的一颗螺丝钉，换取稳定的待遇。还有一些高学历年轻人选择考研、考博，继续深造，以暂时避开残酷的就业市场。他们戏称这是延迟失业，但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而那些直接就业的，往往只能从事送外卖、直播带货这类低保障的职业。有人调侃，本科生给硕士生打下手，硕士生给博士生送外卖，这固然夸张，却真切反映了当前青年人才浪费的窘境。这种种景象和20年前毕业生供不应求，年轻人凭创业一夜暴富的传奇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也命也，不禁令人感慨。经济数据方面的表现同样令人忧心。今年以来，中国的价格指数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消费者物价一度同比下降，这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极为罕见的情况，说明需求非常疲弱。房地产更是从过去的财富发动机变成了死火的引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连续下滑，新屋开工和销售双双低迷，许多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暴增，房价却无人问津。一些原本炙手可热的楼盘价格打了对折也卖不出去。对中国家庭而言，住房资产占了他们财富的大头，房价的下跌直接让亿万家庭感到财富缩水，未来没保障。难怪中国人现在消费特别谨慎，把钱存在银行而不敢花。当消费和投资同时冷却，经济自然陷入恶性循环。今年以来，虽然官方还报出 4% 到5% 的 GDP 增长，但社会上的真实感受却是生意难做，工资难涨，日子紧巴巴。不仅如此，压垮中国经济信心的还有楼市的剧烈下滑。2021年恒大集团爆出债务危机，最终在2023年申请破产保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违约事件。紧接着，碧桂园、富力等龙头开发商也陆续传出资金链紧张、债务展期，一时间房地产信仰彻底崩塌。2022年，全国有数十个城市的烂尾楼盘业主发起强制停贷行动，拒绝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以抗议开发商工程烂尾和交房无期。这种自发的金融抗议在中国前所未有，显示出普通中产阶级对楼市前景极度失望。房地产长期以来是中国家庭财富的主要载体，楼市崩坏对整个消费意愿造成毁灭性打击。很多家庭因房产贬值和债务压力，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直接拖累了内需。要知道，房地产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被中国人视作最稳妥的投资和发财途径。很多家庭省吃俭用，6个钱包凑一套房，就是笃信买房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阶级跃升。如今楼市神话破灭，不少人发现多年积蓄化为乌有，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从前房住不炒是政策口号，如今终于真正应验，但代价是几乎整整一代中产梦碎。如果说经济下滑还只是数字上的波动，那么更严峻的是经济结构的支柱正一根根崩塌。首先，人口红利抛弃了中国。
2022年，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比上一年竟减少了数十万人。2023年这一下降趋势进一步扩大，预计未来每年都将以100万级的速度减少人口。2022年的新生儿只有约950万，比2019年少出生500多万人，下降趋势明显，可以说人口已经步入加速萎缩的通道。人口减少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恶化，新生儿数量从2016年的1700多万跌到2022年的不到1000万，短短几年腰斩。育龄夫妇普遍不愿多生，主要原因是抚养孩子的负担太重，住房、教育、医疗样样昂贵。即使政府在2016年解禁2胎，2021年进一步开放到3胎，也无法扭转生育率下滑趋势。许多年轻人干脆选择不婚不育，导致结婚率也创新低。2023年，中国失去了维持数百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印度以超过14亿的人口居于首位。对一个曾引以为豪的人口大国来说，这具有象征意义。而随着社会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劳力越来越少，未来中国经济将更难支撑庞大的养老和医疗开支。所谓未富先老正变为残酷现实。想当年，中国以庞大而年轻的劳动力闻名于世，廉价劳工源源不绝，工厂永远不缺人手，这才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可现在，年轻人不仅总量减少，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后，也不愿再去当流水线工人。工厂老板们一方面抱怨招工难，一方面又不敢提高工资，因为订单在减少，利润在下滑。在广东、江苏等制造业大省，不少出口工厂近2年发现国外订单转走了，去了越南、印度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其实已经比很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一大截。过去人多好办事的优势正在丧失。随着人口的拐点出现，未来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窘境，还没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准，就要开始养活越来越庞大的退休老人，这对公共财政和养老保险体系都是巨大的压力。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城市就出现了退休人员抗议医保待遇调降的事件，说明社保基金的压力已经开始传导到具体群体，引发社会不满。如果未来经济持续低迷，年轻人缴的养老金不够老人领，用不了多久，整个养老保障就可能陷入困境。再看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长期被隐藏的灰犀牛，现在也到了爆发边缘。过去那些年，地方官员为了发展 GDP， 追求政绩，不惜举债搞建设，铺摊子，一座座新城区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延伸到乡间、地铁、机场、产业园，各种项目你方唱罢我登场。钱从哪儿来？主要靠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借债或者发行城投债。一开始，中央默许地方适度举债，但多年下来，债台越垫越高。据估算，全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几十万亿元人民币，有的说法甚至高达上百万亿。一些西部省份财力弱，负债重，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例如贵州等地的债务问题最近成为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遵义市被爆出无法按期偿还银行贷款，不得不将160亿元贷款展期20年来减轻当前压力，这几乎等同于技术性违约。还有某些地方出现公务员降薪、停发奖金、基建项目烂尾停工，都是财政吃紧的征兆。更危险的是，地方债务问题与房地产泡沫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过去地方政府收入有相当部分靠卖地给开发商，一旦房地产不景气，土地卖不出去，政府就还不起债，资金链断裂。可以说，房地产和地方债这2颗雷是一起埋下的，如今也在一起引爆。只是目前中央政府还在想方设法拖延违约爆发的时间，比如通过发行再融资债来借新还旧，但治标不治本，债务如同滚雪球，借一天大一点，这样续命撑下去总有尽头。假以时日，可能某个省级单位就会撑不住出现债务重组，届时信心一旦崩溃，连锁反应会非常可怕。目前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法定债务余额约在4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研究机构估计的隐性债务高达数十万亿。换句话说，中国地方政府实际债务率
可能已经超过 GDP 的 100%。2023年底，中央政府首次明确承认隐性债务存量约 14.3万亿元，并要求在2028年前清零。为此，各地开始通过发行再融资债、资产变现等方式拆弹。中央也特批1万亿元特别国债来帮助地方纾困。然而，这些只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权宜之计，债务缺口并未真正填上。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大幅缩减开支，甚至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降薪。最近2年，不少网友爆料自己的父母亲戚在机关单位工资被砍掉 20%， 甚至更多，年终奖更是无望。一些地方还削减了公共服务支出，例如路灯限时开启、公交线路减班等，以节省开支。这些迹象都表明，地方债务问题已经渗透到基层社会生活，普通公务人员和市民都开始为政府还债买单。总的来看，如今的中国经济可谓内外交困，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内有3座大山，房地产泡沫破灭，人口老化萎缩，债务黑洞难填；外有2大压力，一是国际上美西方的全面围堵脱钩，二是周边新兴国家竞争分流产业。这种内外交迫的局面可谓前所未见。在全球金融风暴和100年疫情之外，一系列灰犀牛只显而易见却被忽视的巨大危机正一步步逼近中国经济，使其防不胜防。这几乎是对过去40年中国崛起叙事的全面反转，以往每一项优势如今都变成了沉重的包袱，让人不胜唏嘘。也许有人会问，中国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难道束手无策了吗？过去40年，中国不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吗？没错，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确实多次在危机中绝处逢生。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后靠，再次坚定改革开放，东山再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咬紧牙关维持人民币汇率不贬成功撑过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依靠4万亿刺激计划挺过寒冬。2015年果断股汇双救，避免了金融崩盘。2020年新冠肆虐时，严控疫情又意外取得出口热潮。每一次，中国似乎总能找到奇招渡过难关。然而，也正是因为一次次依靠行政力量和举债硬扛过去，问题被积累而非解决，终于在当下这一刻集中爆发。打个比方，过去中国经济仿佛一辆一路狂奔的高速列车，中途几次差点脱轨，都被司机，也就是决策层，以高超的驾驶技术硬是给拉回正轨。但现在，列车已经开进了下坡道，油箱也快耗尽，司机就算再努力，也很难让车子重新爬坡加速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次的危机与以往不同，不是某一个领域出问题，而是多种矛盾汇流成灾。当人口、房地产、债务、外部环境等众多领域同时出现困局时，再强的政府也难以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更棘手的是，本轮危机不仅是经济数据上的，更是整个社会心理和信心的危机。在高增长年代，中国老百姓普遍信奉一个信条，只要跟着政策走，努力工作，就能年年有进步，生活会变好。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信心和乐观预期，支撑着经济的不断扩张。可现在，这种信心正在动摇，企业家不敢投资，宁可把钱存银行买国债；年轻人不敢创业，宁可考公务员求个安稳；普通家庭不敢多消费，宁可存钱以防万一。整个社会变得谨小慎微，失去了往日那种敢闯敢试的劲头，就连一向强势的政府似乎也束手无策，只会一再喊话要提振信心，却拿不出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实招。诚然，政府这1年来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降息降准、放松房贷限制、给企业减税等，但由于问题的深层次性，这些措施效果有限。道理很简单，当整个经济的引擎熄火，光靠往油箱里加几滴油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更换整个发动机。然而更换发动机谈何容易，这意味着要对过去的增长模式和政策框架进行根本性调整。除此之外，一些有能力的中产和年轻人选择干脆出国，也就是移民海外或至少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近年来，
每当出现社会动荡或政策紧缩迹象时，中国护照办理和移民咨询的需求就明显上升。比如，在2022年底，清零政策放开后，很多富裕家庭安排子女出国留学，并计划长期定居海外，以寻求更稳定的未来。人才与资本的加速外流，更加深了国内发展后劲不足，就连普通中产阶层也在为未来做打算。近年来，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争相换汇买黄金。2023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从年初约 6.3 比1一路贬值到 7.3 比1左右。不少人担心人民币长期前景，纷纷想方设法将资金转到境外。有人跑到香港开银行户头和买保险理财，有人透过地下钱庄购汇购房。为了阻止资金外逃，官方加强了对换汇限额和海外刷卡的监管，但这更暴露出民间信心的脆弱。当一国公民对本币和资产安全失去信心时，崩溃也就不远了。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突围，避免最坏的崩溃结局呢？从理论上说，当然有。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不少药方，比如立即启动结构性改革，开放那些被国企垄断的产业，提高经济效率，还有完善社会保障，把更多财政资源用在给老百姓兜底上，让民众敢于消费，而不是存钱防病。再者，放宽对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种种限制，重建市场对政府政策的信任，重新激活投资和创新。甚至有人建议要适当放松政治管控，给社会和年轻人更多自由和希望，减少人才外流。这些建议听上去头头是道，可惜落实起来障碍重重。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体制本身的惯性和利益牵扯。多年高速发展养肥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未必愿意看到结构转型触动自身奶酪，而执政者也担心深水区改革会影响短期稳定，进而威胁他们的权威。于是能拖就拖，能稳就稳，最后错过了调整的最佳窗口期。如今问题积重难返，再想从容转身已不太可能。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以什么方式崩溃，或者说走向低谷？会像苏联那样突然解体，还是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停滞，亦或走出自己的独特轨迹？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但有几点几乎可以肯定。首先，过去那种动辄7%、8%甚至2位数的高增长将一去不复返。中国经济的体量虽大，但已失去高速扩张的动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恐怕都将在低速徘徊。其次，老百姓的生活压力会加大，就业、养老、医疗等问题会更加凸显，不再有高速成长做缓冲，很多矛盾将直接摊在台面上。而当民众长期生活困难，缺乏希望，社会稳定也难免遭受挑战。最后，国际格局可能因中国的变化出现重新洗牌。一个经济停滞甚至动荡的中国，无力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全球增长引擎，反而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子。甚至有人担心，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当局可能铤而走险，发动对外冲突，以转移压力，比如对台湾采取行动。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层更倾向于内部加强控制，而非对外冒险。无论如何，外部世界都不得不重新适应一个增长停滞、情绪不安的中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话说回来，崩溃这个词也有不同含义，一种是政权垮台式的巨变，好比苏联东欧在上世纪末经历的那样；另一种则是整体国力和社会活力的衰败，如大厦将倾般缓慢倒下。对中国而言，后一种结构性崩溃似乎已在发生，人口在崩溃，经济活力在崩溃，社会心气在崩溃。尽管政治权力暂时稳固，但已经建立在不断蚕食未来的基础上。假如有一天，这种结构性败坏积累到临界点，也许会引发某个突发事件作为临门一脚，将整个体制踢倒。那会是哪一天呢？也许是金融体系承受不住债务连环爆的时刻，也许是某次天灾疫情加剧了民生困苦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时刻，也许是高层权斗失控的时刻，谁也无法精确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及早改弦更张，现在这条下坡路走得越远，将来要刹车就越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盛极而衰的故事曾经一次次上演，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乎焉。当然，今天的中国不是古代王朝，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自有其冷酷的一面，无论谁执政，都不能违背发展常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凭借勤劳的人口和灵活的政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道路，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只是现在，曾经的优势正在转为劣势，曾经的恩赐变成了诅咒，人口多变成拖累，廉价制造变成赚不到钱，举债刺激变成债台高筑，强力管控变成扼杀活力。这种翻转确实让人感慨万千，也让无数关注中国的人既担忧又迷惑。那个不可一世的东方巨人真的要倒下了吗？最后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4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的开始走向崩溃了吗？如果我们定义的崩溃是整体国力和前景的不可逆衰落，那么很遗憾，种种迹象表明答案恐怕是肯定的。过去40年积累的矛盾在此刻集中爆发，已经不是靠几次强力刺激或几句口号可以逆转的。当然，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国家，其韧性和回旋余地仍然存在，要出现苏联式的一夜解体并不容易。更可能的情景是一种漫长的下行和蜕变，经济规模也许表面上还很大，但不再充满生机，国际地位也许还维持着，但影响力逐渐减弱，统治当局也许还牢牢掌权，但与民众的连结日益脆弱。经历了几轮寒冬之后，资本对中国市场的胃口明显下降，创业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或干脆选择退休，因为国内挣快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或许最终它不会剧烈爆炸，而是安静地停在历史的某个拐点，逐渐被后来者超越。当然，身处历史之中，我们希望任何国家和人民都能免于剧烈动荡之苦。对中国而言，摆在眼前的艰难道路也许还有转机，但前提是必须正视问题，勇于改变。然而，从现状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更多的是选择熬日子，求稳定。就像如今流行的那句自嘲，躺平其实也是一种自救。或许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巨轮下行的时代里，个体能做的确实有限，学会降低期待，趋利避害，反而成了一种理性的生存策略。只是这样一来，一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创造力也将一同躺平，这才是令人唏嘘的地方。最终，支撑中国奇迹的内在动力正在消散，而新的奇迹短期内看不到迹象。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见证一段重要的历史拐点，昔日高歌猛进的中国号巨轮开始减速、摇晃，甚至出现裂缝漏水。它是否会沉没，还是能在惊涛骇浪中完成自我修补，重新起航？没有人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那种对中国无条件乐观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以冷静而沉重的目光注视这场40年来前所未见的崩溃进程，思考它对中国内外所意味的一切。这不仅是中国一国的转折，也是世界格局的一次巨震前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令它倒转。在这关键关头，对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变局中寻找出路。至于中国最终是浴火重生还是沉沦衰败，只能交给时间去揭晓了。